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皮皮，又到了我们这个不定时更新的新闻时间。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紧急停电拉闸为哪般？中秋之后呀，中国有10几个省份就突然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停电停产。刚开始呢是只有工厂停电，从开3停4到后面的开1停6，现在呢是直接停产等待通知了。最近呀，连这个居民用电也没有办法保证了。据说是东北的一些省市比较严重。网友说呢，东北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提前通知，突然的就停水停电了，没有办法做饭、洗澡、冲马桶，甚至有的居民是直接被困在了电梯里面出不来。小孩子上网课呢，上到一半也上不了了。路口的这个交通灯啊都停了，是交通直接瘫痪了。有的地方呢一天停电几次，有的地方停电是连续超过了12个小时。这个吉林新北水务公司呀，之前发了一个通知，称呢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将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的停电限电。此种情况呢将持续到2022年的3月份，停电停水呢将会变为常态，因此会导致久站、泵站、断电，而且无法正常供水。近期会经常出现这个因为停电而导致的停水现象。随后官媒就发文了，说这个新北水务呢用词不当，内容不正确，相关负责人呢已经被严厉的处分了，然后这则通知就下架了。这样突然的停电拉闸一下就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站上面炸开了锅，是断水又断气，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今天整理了一下网上的几种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分别是呢，第一，经济太好，出口订单激增，产能过剩，导致了暂时的电力缺口。第二呢，就是能效双控，倒逼产业升级，故意停电。第三是没有煤了。第四是碳排放年底冲指标。5，国家催生。6，中国正在秘密的研发一种非常耗电的东西。7，唤醒奥特曼。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分析一下，看看哪个理由更靠谱。首先，第一种说法是外交部的官方说法，就是说我们中国相较全世界，疫情呢是提前得到了控制，恢复生产是最好的，接了很多这个出口的订单，使得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呢特别的好，突飞猛进，产能和出口量都屡创新高。又赶上下半年今年部分地区呢冷得早，提前供暖，所以说造成了暂时的电力短缺，让大家不要惊慌，一切呢都在掌控之中。这种说法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如果说是因为工厂的产能过剩导致的这个缺电那这个缺电不应该断到居民头上。开始这个工厂停工以后呢，应该就得到缓解了。但是目前看这个趋势是有一点恶化的迹象的，停电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设计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大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用电的高峰一般都是在夏天，应该已经过去了。中国北方呢一直是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气。那这个暖气烧煤，那这个停电最严重的东北，如果说是因为冷得早而停电了，那缺的应该不是电，而是煤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二种说法，就是缺煤。中国的这个发电结构火电的发电量目前占比呢还是超过了70%的，而这个火电是要用煤炭发电的。中国以来呢就是世界的用煤大国，煤炭的需求量是超过了全球总量的50%，而且一直呢都是依赖着进口煤。其实中国自己也是产煤的，但是中国这个煤的质量相比很多国家来说都不算高，它呢这个含热量低，又高磷高硫，所以说呢为了达到国务院一系列的这个环境管理要求，绝大部分的发电厂都只能从国外进口一大部分的煤，来减少他们这个煤灰硫磷的这个排放量。而第二个因素就是价格，海运煤呢之前最终的价格是要比很多内陆煤都低的，特别是中国这个大量用煤的都是沿海地区，中国这个煤炭铁路的系统不是很发达，煤的运输量低，而且成本又高，一吨煤呢运到这个沿海地区，光这个运费就要占总价格的23%，不如直接进口这些海运煤。所以说这个质量和价格两个因素，中国一直都是进口煤的大国，其中呢主要是从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进口的。但是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全球这个海运的价格就是一路狂飙。据这个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去年6月份到今年9月初，海运的费用是持续的上涨。
如果是一个20英寸的这种标准的集装箱呀，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果说运到美国的西海岸的话，价格原来是$1000，现在呢上涨到了$10000，其中疫情最高峰的时候呀，是上涨到了$15000多，这是一个15倍的涨幅呀，相当的可怕。而且这个澳洲的新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呐，是18年上任，他上任以后呀，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直非常的不好，导致这个中澳贸易陷入了僵局。为了制裁澳洲呀，中国是从20年的10月份，官方就已经下令禁止从澳洲进口动力煤和炼焦煤了。这两种煤呢，分别是主要运用于发电和在这个钢铁厂炼钢用的。所以说，没有了这个便宜的进口煤，火电用的这个动力煤呢，价格就一路的窜高。今年5月份1吨的价格是500多人民币，夏天的时候呢就已经涨到了800多，现在都已经1450多人民币了。而中国的电价呀，又是受这个政府管控的，就是不能随便的涨，电价没有涨，然后煤价涨了3倍多。一个火电厂现在如果是正常的发电呀，每天都会有几百万的亏损。加上这个煤价在疫情以来一直都处在一个高位，所以说电厂这个存煤量也一直都是比较小的。根据这个浙江绍兴远东热电公司9月16号发的一个公告称呀，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市场的煤炭供应一直是紧张，价格呢持续的暴涨。目前所有这个北方码头5500大卡的煤，每吨是1450元左右，而且呢是有价无货的。煤炭采购呢非常的困难，他们为了保证这个下游的用户正常供热呀，公司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全力的采购煤炭。但是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呢，市场上煤炭的这个紧张的形势呀，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电厂的存煤量少呢，导致这个电厂发电量受限，而这个火电厂呢发电又亏损，也打击了他们发电的积极性。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呀，就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停电拉闸。我认为呢，这个原因听起来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也通过朋友呢跟这个中国华能的内部人士核实了一下，现在全国这个缺煤的问题啊，确实还挺严重的。目前呢，他们也没有商讨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呀，就是能效双控，倒逼产业升级。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有一大批这种高能耗但是低效能的中小型企业呀，据说这次拉闸呢，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逼着他们呢进行产业升级，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并且呢，逼着这些出口的制造产业呢，提高出口的成本和商品的价格，从而呢，促使这个外汇流入，让欧美这些国家呀，不停的通货膨胀，然后破坏他们的经济，从而击垮敌人。这个说法嘛，我就不多解释了。我觉得想法是美好的，但是 again， 为什么这个停电停到了民用电上，对吧？第四种解释呀，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这个电力紧张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能耗双控。在这个“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就要求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求分别要降低13.5%和18%。而眼下呀，你看这全年已经只剩下3个月了，各地呢都还没有达标。今年的8月17号呀，国家发改委就印发了2021年上半年各地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这个里面显示呀，中国有9个省能耗强度不降反升为1级预警，10个省呢上半年的能耗降低率是没有达到要求的，为2级预警。所以说呀，国家发改委也要求各地呢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确保能完成今年能耗双控的这个目标，特别是能耗强度降低这个目标任务一定要完成。所以说这些地方政府呀，他早点没有采取这个有效的措施，现在你看 deadline 快到了，作业没有写完，那为了完成上面的指标，对吧？什么都干得出来，就直接拉闸停电了。这个说法呢，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对于某一些这个地区，它有这个非火电来源的呀，我觉得是适用的。下面的原因呢，就比较脑洞大了啊。第5个，催生。据说呀，1997年纽约市全市呢是连续停电了25个小时，10个月以后呀，迎来了纽约最大的一波婴儿潮。所以说呀，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为了提高生育率，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非常的着急，所以呢，也就想效仿，哪儿出生率不够，哪儿拉闸停电。可见政府为了大家生孩子这件事儿啊，也是操碎了心的。第6个，我们要造一个耗电量巨大的东西。
有一个电厂的调度员在网上发文称呀，这次限电特别的紧急，而且呢，限电量是特别的大。他认为，如果就是因为控制生产呀，就算是缺煤，那这个电厂的发电量、耗煤量也是可以提前估算的呀。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准备呢？为什么这次限得这么紧急，导致他们呀为了达到指标而不得不拉闸？底下呀就有这个网友根据他的这个论点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在秘密研制一种耗电量巨大的东西。所以说呀，我们很可能将快拥有自己的高达了。最后一个猜测，唤醒奥特曼。近日呀，有网友拍到深夜里故宫的东华门外有一辆巨大的挖土机在马不停蹄地挖着什么东西。走近一看呢，貌似是一口深井，里面呀有一个向下的阶梯。随后呢 ，A 股的照明公司概念股都集体暴涨了。紧接着，中国开始实行了大面积的紧急限电计划。同时呀，这个奥特曼遭到了下架和禁播。不久以后呢，日本就进行了2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军事演习。所以说，结合以上5条新闻串联起来解读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故宫底下挖到了迪迦奥特曼，于是采购了大量的照明设备，聚集全国电力，唤醒光之巨人。日本闻讯紧急采取应急措施来对抗怪兽。这次停电呢，跟我之前发过的那期美国飓风暴涨股套路是类似的。A 股现在是所有的发电机概念股都暴涨了。我自己呢不炒 A 股，我不懂，所以说炒 A 股的朋友可以自行的研究一下，或者看一下那个贝拉财经最新的一期视频，里面都有介绍这个停电是利好哪些股票的。OK， 那大家听完以上关于这个全国最近紧急限电拉闸的解释，你认为哪种原因最靠谱呢？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最后呢，希望这一次生活受到影响的民众提前做好准备，希望这个供电的问题啊可以早日得到解决。祝大家一切平安，生活顺利。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